最近不管是在传统金融或者是币圈都是动荡不安。除了 Silvergate 爆雷之外，在这周又无预警的连带 Silicon Valley Bank SVB 也产生了问题，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第2大的银行就此倒闭。那这件事情连带影响到了 USDC 的脱钩，一度脱钩接近了 15%。那不仅仅是币圈，接下来还会衍生出哪些问题呢？欢迎来到库克实验室，今天我们要来与大家分享这整件事情的始末，还有它跟之前的 Luna 事件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。那最后我也会与大家一起猜测之后的发展性，就跟着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走。Silicon Valley Bank 是什么？ SVB 作为美国大型的商业银行，在全美排行大约是在15名左右。那这间银行的大宗客户都是由新创的科技公司，又或者是很多不同的 VC 所组成，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私募基金，也就是有存放资金在里面。那像是 A16Z 就涉及到了这次大约有 28.5 亿的资金， Paradigm 也有大约 17.2 亿美金的资金，那 Pantera 也有 5.6 亿的破口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其中则是 Circle 也就是 USDC 的发行商，也有33亿美金的资金在里面，也就是造成了这次我们恐慌脱钩的最大主要原因。但为什么一家好好的银行可以瞬间无预警的直接关闭呢？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传统金融的银行真正可以流动的资金其实并不多，通常只有保有不到 10% 的现金资产，而大部分的资金都还是在公司债或者是房地产。那这次 SVB 大部分的资金都在美国国库债券还有不动产抵押贷款的这种证券中，听起来很正常也很安全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那重点就是 FOMC 一直在升息，但 SVB 银行买的是固定利率的债券，但也是因为在同一周已经有了 Silvergate 银行倒闭，那这时候大家对于自己的资金就格外的注重，这时候就有很多人想说，要赶紧把资金抽出来，那这时候也就造成了挤兑现象。而 SVB 为了要筹措资金，只能砸锅卖铁的变卖手中的有价债券，那也就是还没有到期也就认赔卖出，就是为了凑出这个流动性。假设原本以 2% 的锁仓利率4年，那你100元之后就可以结算大约是在108元，但利率假设如果飙升到7的话，这也就代表说原本的100元在4年后就可以得到大约在131元的资金。但 SVB 为了挤兑出这个流动性，提早的解约的话，这就代表他原本手上的价值100元的债券，最后变卖价值只会剩下大约在77元。那这边举例都是用100元，所以比较好理解，但我们实际的状况就是要在后面加很多个零的意思。那这时候大家已经开始进入了恐慌，也就是因此进入了死亡螺旋。那股价开始崩盘，越崩盘就越筹措不到资金，再加上越来越多的科技业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接触到币圈的事件，也开始偷走资金，这很快的导致在这短时间内就直接让这间银行下课了。没错，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Circle 也有33亿美金的资金在里面。那如果我们以整个公司的市值来看，这只占了这个 416.9 亿中的大约在 8% 左右。所以如果很简单的去计算，为什么这样脱钩会超过它原本应该有的价值呢？别忘了，我们还要加上恐慌的情绪在上面，可能给它增加个3到5% 都不为过，所以真实的价格应该显而易见。而我们可以看到，事发当时大家都在逃难，光是 gas fee 都已经上涨到了350多贵这么多。但是真的就没有其他风险吗？还是有的。如果我们以最坏的方向去想，如果 USDC 的疯狂挤兑大家都不想要当成那个最后的 8% 的话，也有可能产生死亡螺旋，但这个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，比较不可能发生。那有一些人也会问说，这会不会像 Luna UST 一样归零？那基本上呢还是有差别的。最主要呢是 USDC 的对标资产是有公允价格的，也就是说它能够随时套现。
那所以说真的要到脱钩归零还是非常困难的。但其实你应该觉得说，这件事情还是有蛮多影响的。我们等一下会用2个层面来与大家讨论。那大家可能会跟08年的雷曼做对比，但我觉得这个冲击是小的非常多。最主要都还是美西加州那边的新创公司影响会比较大，但应该也会开始引起部分的科技公司裁员，或者是一些小型的企业资金如果都在 SVB 里面的话，会导致发不出薪水的这些窘境。再来也会有更多的人从银行进行挤兑，对于美国部分的银行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影响了，但有可能会像 SVB 一样瞬间倒闭吗？我自己的看法是不会，毕竟大部分的银行对于有价债券的这个比例相对较少。再来，也有可能因为这次事件发生后，银行对于原本认知相对稳定的债券会进行风险对冲，来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。至于资金量大，像是 VC 等等的这些机构，虽说 SVB 有受到 FDIC 的保护，但上限也只有25万美金，也就是说这次 SVB 倒闭也会是加息后的一个牺牲品。但是对于这些传统金融也会这样子倒闭，这也会让个体户对于自己的资产更为重视，说不定对于加密类型的发展也会有正向的帮助，也说不定。那至于币圈的话，我猜接下来 SEC 也会开始抽查 Circle， 并且把 USDC 以有价证券的方式去处理。那就算没有这样做， USDC 也会变成他们的眼中钉。在前些日子 BUSD 已经是前车之鉴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有非常高的状况会发生。再来，币圈比较恐怖的事情会是在 DeFi 圈里面，毕竟有很多交易对都是由 USDC 所建立的，所以在这些剧烈的浮动中，最可怕的就是属于连环清算。而在目前的熊市中，流动性是一个问题，那也有很多资金都被抽走了，那只会加大浮动资产的风险。那再加上有很多代币根本就是使用 USDC 作为抵押物的，像是 MakerDAO 的这个代算法稳定币，有一半的资金都是 USDC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件事情影响各种稳定币还有 USDC 有关的这种币种，全部都脱钩了。我个人是不建议这一次抄底，毕竟利益有限，顶多就是回到1:1嘛。那但是风险是无限的，所以说可以利用大家的恐慌情绪去在适时的合理的范围内去买一些。那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可以做，像是如果你手上已经是有 USDC 的人，可以进行等量价值的放空来做资金费率，这样可以对冲掉你手上 USDC 的下跌风险之外呢，也可以一直拿这个资金费率，那一天都有个2% 左右。或者呢，你刚好手上拿的是 USDT， 你也可以直接去放到 Aave 里面，也有60% 的年化，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无脑套点利。所以说影片出来后应该也会比较不会那么高了，但是要及时资讯的话，也可以追踪库克实验室的这个官方推特或 DC， 影片下方也都有连结。这次事件不仅影响到了币圈，可以说是传统金融体制也经不起挤兑的。那我觉得这次事件后，币圈的资金应该会被抽走非常多。那至于今年要回到牛市，我觉得可能要延后了。反正熊市时就是要持续的建造，在不同的方式去累积本金。熊市不努力，牛市徒伤悲，不是吗？当然，在之前我也有拍过一支影片，内容也开始慢慢印证出来了。我也不希望所有事情会发生。那如果大家没看过这支影片的话，在影片的结尾我也会把它放上来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，你觉得 USDC 会回到定锚吗？与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。最后，如果觉得有从这支影片中学到任何东西的话，也欢迎给我们个赞，并且帮我们与身边的好朋友分享。那还没有订阅库克实验室的人，也赶快动动手指订阅起来，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然后我说个笑话基本上呢，就是今年只要跟 S 跟 B 有关系的，像是 SBF， 然后SoftBank， 或者是任何跟 SB 这个字有关系的话，就会被东方神秘力量所诅咒，就会集体下课。你看嘛 ，Silvergate Bank 也是 SB， 然后呢，这一次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也是 SB。